2026年世界盃，法國隊最危險的那個人不是恩巴佩，是一個到現在一球都還沒進的人，他叫 Michael Olise。這屆世界盃，他送出的助攻比任何人都多，多到是1994年以來單屆世界盃最多的一個。法國每一次讓對手害怕的進攻，幾乎都他的腳下開始。可是就在6年前，你大概根本不會注意到他。那時候的他是一個被幾家豪門青訓放掉，在英格蘭第2級聯賽踢球的年輕人。如果現在問這屆世界盃誰最會傳球， Michael Olise 一定在答案裡。他是法國隊的大腦，24歲，拜仁慕尼黑的邊路核心，被許多人列進世界盃金球獎甚至年度金球獎的討論名單。一記外腳背直塞，一次逆足的傳中，他總能在最擁擠的地方找到那條沒人看見的線。但這裡有2件很反常的事。第一，這麼一個人小時候沒有一家頂級豪門真的要他。兵工廠、切爾西、曼城這幾間英格蘭的青訓他都待過，然後都離開了。真正給他機會的是一支當時在英格蘭第2級聯賽的球隊——雷丁。第二，他本來可以不是法國人，他在倫敦出生，父親來自奈及利亞，母親有法國與阿爾及利亞血統。他一個人符合資格的國家隊有4個：英格蘭、奈及利亞、阿爾及利亞、法國。一個沒人要的孩子，一個握着4本護照的孩子，他是怎麼走到這裡的？又為什麼是法國？Michael Olise 2001年12月出生在倫敦，多元混雜的家庭背景讓他從小就同時屬性屬於好幾個地方，卻又好像哪裡都不完全屬於。足球場上一開始也是這樣，他小時候進過幾家名字很響亮的青訓，兵工廠、切爾西、曼城，這些都是會讓任何一個家長驕傲到睡不着的名字，但一個接一個，他最後都沒有留下來。在青訓的世界裡，這叫被放掉。教練看着一個孩子，判斷他不夠好或者不適合，於是這段關係就結束了。對一個10幾歲的孩子來說，這很殘忍。你以為自己站在通往頂端的階梯上，卻每一次都有人告訴你，這裡沒有你的位置。真正接住他的是雷丁，一支在英格蘭第2級聯賽離鎂光燈很遠的球隊。2019年還不到18歲的 Olise 在雷丁踢出了職業生涯的第1場比賽。英冠是一個很殘酷的地方，競爭激烈，對抗兇狠，一個賽季要踢40幾場。他其實一點都不缺球迷，英國這些中下級別聯賽的死忠支持者數量常常大得驚人，但他離世界足球的鎂光燈很遠，那些頂尖球星的目光不會停在這裡。很多曾經被看好的天才，就是在這種地方慢慢被遺忘的。但 Olise 沒有被遺忘，他反而在這裡把身上那種被放掉的東西，一點一點磨成了武器。2020到2021那個賽季，他貢獻了將近20次的進球或助攻，拿下當年英格蘭足球聯盟橫跨3個級別的年度最佳年輕球員。一個被幾家豪門放掉的孩子，在一支2級球隊裡，證明了那些教練當初看走了眼。2021年，英超的水晶宮把他簽了下來，他終於回到了最高的舞台。在水晶宮 ，Olise 帶了3個賽季，這3年不是一路往上的，這是一支常年在保級線附近浮沉的球隊，不是每周都被全世界討論的隊伍。Olise 的天賦看得見，那些傳球，那些定位球，偶爾會讓人倒抽一口氣，但天賦不總是能穩定的變成成績。然後是傷。2024年初，他拉傷了大腿後側的肌肉，當時的教練形容那次傷勢很嚴重。對一個正在努力證明自己的年輕人來說，長時間的傷停最讓人焦慮。世界不會停下來等你，位置可能就沒了，記憶可能就淡了。但他撐了過來。傷癒之後，在教練 Oliver Glasner 的體系裡， Olise 突然像換了一個人，踢出了整個賽季最好的一段。那一季他攻進了2位數的進球，成了水晶宮前場最有威脅的那個人。被放掉，被忽略，被傷病打斷，然後在所有人幾乎要移開視線的時候，他把最好的自己踢了出來。
也就是在這前後 ，Olise 面對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個選擇：4個國家，4扇開着的門，選了一個就等於對另外3個說不。他選了法國，而很少人知道，法國會找上他是從幾卷錄影帶開始的。他的母親 Mina 有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血統，當年是他把兒子踢球的畫面一段一段寄給法國足球協會。不是等着法國來發掘他，而是他主動把兒子送到了法國人的眼前。這些帶子最後輾轉到了當時法國 U18 教練 Jean-Luc Vanucci 的手上，而英格蘭呢，幾乎從頭到尾都沒有真正來敲過門。那個年代，英格蘭的青年隊多半只從那幾家豪門挑人，一個在雷丁踢球的孩子不在他们的名單上，就像小時候放掉他的那些青訓一樣。英格蘭也沒看上他，所以當被問到為什麼選法國，Olise 的答案裡有一種很倔強的東西。他說小時候他崇拜的球員都是法國人 ，Zinedine Zidane、Thierry Henry、Franck Ribéry， 但更關鍵的是法國先要他的。當年在雷丁看着他長大的人這樣形容他的心態：你們在我小時候不要我，那我就去那個先向我伸手的地方。一個在倫敦長大、被英格蘭放掉的孩子，最後選擇穿上法國的球衣。那卷寄出去的錄影帶，母親早就替他把其中一扇門推開了。2024年夏天，德國豪門拜仁慕尼黑出手了，他們花了大約6000萬歐元，把 Olise 從水晶宮買走，簽下一份到2029年的長約。對一個幾年前還在2級聯賽，還被說很有天賦但不穩定的球員來說，這是一次巨大的信任，也是一次巨大的壓力。結果他幾乎立刻就回應了。第一個賽季，他光在德甲就攻進12球，送出15次助攻，助攻數是全德甲最多的，他是聯賽的助攻王。他入選德甲年度最佳陣容，也拿下最佳新人。賽季結束，拜仁球迷投票選出隊內的年度最佳球員，他用將近1半的票數當選，把 Thomas Müller、Harry Kane 這些名字都壓在了後面。那個沒人要的孩子，變成了歐洲最令人害怕的邊路球員之一。那些足球世界裡最挑剔的嘴，開始給出很不一樣的評價。他的偶像之一，法國傳奇 Thierry Henry 這樣說他 ：Michael 是個怪物，他閱讀比賽的方式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樣。這個人像是來自另一個星球。他甚至直接說，法國隊最重要的球員就是 Olise。他的隊友 Harry Kane 接說得更直接，現在世界上最好的邊鋒就是 Olise。一個曾經沒人要的孩子，如今被拿來和世界第一放在一起。不過，只要你看他踢球，就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：他幾乎不慶祝。球進了，他常常只是面無表情地慢慢跑回去，好像什麼都沒發生。在這個習慣用誇張慶祝搶鏡頭的年代，他安靜得有點反常。有人甚至以為他冷漠難相處，但他的拜仁隊友 Jonathan Tah 說，那只是鏡頭前的樣子。私底下的 Olise 其實很愛講話，一點都不孤僻，只是在鏡頭前比較收命。他把情緒藏起來，讓腳下的球替他說話。2026年的世界盃 ，Olise 第一次站上這個舞台。第一場對塞內加爾，他就拿下全場最佳。接着對伊拉克、對瑞典，他一次又一次送出那條別人看不見的傳球。到淘汰賽為止，他的助攻數已經是這屆世界盃所有人裡最多的，也是1994年以來單屆世界盃最多助攻的紀錄之一。法國前場擺着 Mbappé、Dembélé 這些名字，火力兇猛到全隊已經打進超過10顆球，但真正把這些火力串起來的那條線是 Olise， 那個站在稍微後面一點，負責讓所有人發光的人。而就在去年，年度金球獎的排名，他還只排在第30名，榜單的最後一位。短短1年，他就從那裡走到了世界盃金球獎的熱門討論裡。但你有沒有發現，
這整個故事裡缺了一樣東西——進球。到現在為止 ，Michael Olise 在這屆世界盃一球都還沒進。他助攻了所有人，卻還沒為自己寫下那個屬於他的瞬間。對瑞典那場，他曾經來過一記漂亮的倒掛，球插着門柱彈了出去，差一點點就是全世界的頭條。這反而讓他的故事多了一層懸念。一個被放掉的孩子走到了法國隊的核心，一個送出最多助攻的人，卻還在等自己的第一顆世界盃進球。法國已經連續第4次踢進世界盃8強，舞台越來越大，燈越來越亮。而那個曾經沒人要的倫敦少年，現在站在最中央，手裡握着全隊的脊奏，心裡或許還藏着那一顆還沒踢進去的球。從被幾家豪門放掉，到握着4本護照選了法國；從英格蘭第2級聯賽的默默無聞，到世界盃的助攻王。Michael Olise 的故事其實一直在回答同一個問題：當所有人都不看好你的時候，你還相不相信自己屬於最高的地方？他用了整整一段人生把答案踢了出來，而那顆還沒進的球，只是這個故事還沒說完的一頁。我是 Pitch 球場，我在這裡說足球故事。如果你也喜歡這種故事，記得訂閱，我們一起追球。